The Cousin Angels 63 Angels 是什么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不露点的性感歌舞秀。如果是订阅我的频道再来看这影片的人，知道我有去过日本的脱衣舞厅，甚至见识过可以毛手毛脚的素人大会。那对这种全不露点、最多的肢体接触也只有击掌的歌舞秀有什么感觉？会不会搔不到痒处而觉得没意思呢？我只能说，我要担心的是你去看了会飘起来，让你有种自以为是享受着莺莺燕燕的大老爷错觉。我要提醒你，出场后你就是个常人，甚至像我一样是个乳蛇，因为当剧场开演时，你会忘记这一切，忘了平日的拘谨，甚至是尿尿。对，开演前我想离位，去找下厕所尿尿，但是场内太挤，我一直找到空档钻出去。结果开演后，我完全忘了自己尿急这件事，甚至中途还灌了快2杯的酒，却处在过于亢奋的状态而浑然不知。你就知道这种精神的愉悦感已经解开了肉体的限制器了吧？快速讲一下 The Cousin Angel 的优点好了：一是极高的平均颜值，二是极佳的平均身材，三是极度奔放的性感，奔放到他们很落落大方，反而不会让你多想。像我刚被带入席位时，还有几位表演者在场内穿梭招呼客人，其中有位美女上走调的比较下面，胸贴露了出来，露出的不是上弦月，不是半月，而是整个满月。可是她自己实在是太自然，也不以为意了，害我也跟着自然了起来，没有任何不乖的想法。眼前虽然是活色生香，但女子的美貌跟青春才是比较引发你肾上腺素的那块，而不是色欲。从头开始说好了，这个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歌舞秀是要预约的，而且要坐在哪里，在预约这步就会决定好，而坐在哪里就会影响你要付出多少，你付出了多少，就会决定你能获得多少。所以预约很重要，很重要。But 预约的流程我放在最后讲，真的有兴趣的人再来参考，里面也有些小美角，网络上比较少听到有人提，我也是亲自预约才发现。最后我会一并说给你听。总之预约好位置之后，会取得一组6位数的预约号码。这里建议你不管是网页预约还是用 LINE 预约，最好都将这个预约好的画面先截图起来，因为你的网络讯号到了楼下可能连不了，造成你的预约页面打不开。我就是在那里手忙脚乱半天，开不了后赶快把截图给点出来，才解决了工作人员跟我核对名单的困扰。当然 The Cousin Angel 这剧场有提供免费 WiFi， 这部分在核对名单后会给你一个小袋子，里面装着你的入座资讯。这张入座资讯下面有 WiFi 的账密，只是工作人员没对到你的预约号，自然也无法给你这张，所以先截图备用才是王道。先说一下下楼的感觉。The Cousin Angel 位于建筑物的 B2，B1 是他们另一组团体 Super Spark Tokyo 的表演场，但因为我也没去过，下次有机会去再介绍。总之下了楼，你会觉得哎，怎么这么深？我以为的地下楼层是手往上摸都可以摸到天花板的那种低矮空间，但这里下面的1层楼大概都有2层半那么高，也难怪手机讯号传不太到下面来。入场前先排队，一位工作人员先核对预约号，给你那张座位单。等开放入场，门口的工作人员就先让你自己挑1杯饮料，接着凭单带引你到选好的席位。在预定时有一个额外的付费选项是饮料畅饮，但这里我觉得时间很紧凑，几乎找不到离席的空档。还记得我那泡人在膀胱的尿吗？看完全场我找不到机会去上，最后根本忘了自己尿急。这真的是全场找不到尿点的真实案例。我不确定饮料畅饮的客人是否会有工作人员会问你要去什么，让你不用离座去取。但说实在，场里很忙，眼睛会紧盯着表演看不说，忙拍手的忙拍手，忙录影的忙录影。像我也是1杯啤酒喝半天还剩1/3，后来才急着一口气灌完。会灌完的原因是觉得舞者愈跳愈近，我很怕饮料会被他们扫倒才把它干掉，所以在这里喝什么不是重点呢。对了，另外工作人员会问你是否第一次来，来自哪里。第一次来的会给你一张初次光临的原贴纸让你贴在胸前，但因为我很怕被叫上台做什么活动，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挪到我的裤子上了。当然被叫上台是有一些额外福利的，但福利是什么不好说，这点未来想去亲身参与的，可以找机会上台试试看。我本身太矮了，不过之后感觉的就算被硬拉上台，都会是很难忘的美好回忆。入座时先讲下我坐的位置，就是海景第1排的席位，但我发现旁边坐转角全场最好位置的大哥，应该是上一场就留下来的。入座时一位舞娘正坐在舞台上跟他聊天，其他感觉老早就坐在那里，桌上的饮料也是喝了大半的，这等于说他连买了2场都是这个座位，根本不用换场。后来到发小费的环节，他桌上也是放了几本，算起来可能有几万日币的小费券。看来场内有不少粉丝大哥是很有财力的，但我觉得各位要去斟酌自己想花的预算，
设定好一个额度上限，不然在这里看表演真的太容易飘走了。真的。先提一下，这场表演大多时间都是可以录影的，但会有几个环节不能录，这点在静止时会在背后的大荧幕上做提示。我则是以旁边的大哥做标准，一来我就感觉他是熟门熟路的老观众，所以他拿手机在录时我就跟着录。但中间有一段我看得太忘，我没注意到提示，录了一小段，有工作人员跑来提醒我，吓得我赶快把运动相机收起来。另外，不管是相机、手机，都要尽量举起来拍。像我一开始是为了把手空出来，就用短的三角立架放在桌上拍，后来也是有工作人员来提醒我不能拿太低，这点也是很抱歉。我只是想偷懒把手空出来鼓掌，倒没有要用低角度拍的意图，这点造成工作人员的困扰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而且镜头放太低，拍出来的效果并不好，美女拍不到脸，只拍得到鼻孔，也是辜负他们的美貌。总之拍的时候，镜头大概放在下巴到头顶之间，不要太低拍低角度，也不要太高挡到后面的视线，应该会比较礼貌一点。开场后会请大家举杯，然后让观众敲锣宣告表演开始。这场秀很多部分都是让观众也参与在其中，不管院镜、Raccoons and Angel 都会尽量让你有参与感。另一部分就是你很耳熟能详的音乐，用流行45转的方式给你吹下去，让你的情绪一直叠加起来。加上去异国较没有被认出来的可能，场内虽然台湾人也不少，但分坐在各处你也不认识，真的是可以让你不知羞耻。是可以忘却了平日的矜持，跟着大家欢呼呐喊。不是我要说，进场的观众有很多国籍，且观众可能从20岁到60岁的都有，但没有人是不跟着嗨的。就连场内不少的女性观众，都没人可以在你正襟危坐不欢呼鼓掌。Raccoons and Angel 真的是男女通吃的一个秀场，不管是带妻子还是女友，甚至单纯女性一个人自己来，我觉得都可以看得很尽兴，不会有任何尴尬的点。姣好的面容，洋溢的热情，性感的衣着，曼妙的身材，热烈的节奏，欢快的气氛，真的很难让人不爱上这种氛围，甚至让我有在这5天的旅游中2刷的冲动，只是行程排不定才作罢。但如果下次还有东京的旅行，我一定会早早再把座位预约好，再来重温一下这种奔放的歌舞秀。因为有一个整场秀的成功环节，我觉得比较少在中文的介绍影片被人提及，就是场中负责介绍主持的男主持人。到场后发现有2位，所以应该说是男主持群。之前在别的影片看到介绍舞者的环节，我一直会被背景里那脸珠炮的介绍口条给惊艳到。这次终于来到现场，发现他们还能带动气氛不说，更能够将表演中间的空档填得满满的，让你的情绪不会中断。每天上台的舞者未必一样，但我觉得他们主持都会一样热烈。就算是培训一群台湾妹子上台跳，我想也会被他们吵得很热。这场秀的工程、主持群以及场边炒热气氛的工作人员都应该记上一笔啊。到了中段，主持人会开始询问观众来自哪里，有大陆、香港的，也有来自德州、意大利的。但没话说，最多海外的观众就是来自台湾了。之前看过 Last Tokyo 时期，他们也会固定表演邓丽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，大概也是因为场中的台湾或大陆客人最多，这首台中日共通的歌播下去，全场都很有共鸣。而现在查这个桥段，最晚从去年8月起会都秀出中华民国的国旗，看着穿着性感秀服的日本美女举出中华民国国旗在那里摇曳，这点真的是很圈台湾观众的粉啊！尤其他们近年来台也将这套表演一并带来了。台湾人去东京玩，不去给他们支持一下，这说得过去吗？再说到小费券的部分，原先我以为要先在入口的柜台买，但后来才知道在尾段的时候，主持人会说明到这环节，然后由工作人员抱着1桶的小费券兜售，一份1000日元内含5张，等于1张的实际面额是200块。先容我以过来人的经验提醒一下 ，Raccoons and Angel 的人数量真的很多，一场少说2到30位，每个人都会轮流来跟你击拳比爱心。像我一开始不会控制，前几个来都给2张3张，结果发没几位就喷光了。后来才感觉他们用的纸很厚，你拿起一叠有很多的错觉，但其实只有5张。如果一个人塞2张，一个人塞3张，这样一份就喷掉了。所以下次去我打算一位来给1张，很喜欢的才给2张，将自己设定的小费额度控制好，细水长流慢慢给，才不会一下清空弹匣。不过后来我劝发光没得给时，他们也是很甜美的来跟你击掌，一样的可亲友善，所以没打算花太多小费的人也不用压力太大，这部分都是随意的。最后来说预定的细节，会日文的可以跳过。我讲的应该没你们自己看的详细，我分成几部分解说好了。先说我们现在搜寻达了 Raccoons and Angel， 往下就会找到他们的官网，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看其中的介绍。但我们要注册会员，
就从预约的选项进入，之后点右上角的登录，进入后我们选中间的会员登录开始注册。旁边虽然有访客不用注册的选项，但似乎无法预定位置，且无法保证来的朋友能坐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还是乖乖先注册一个会员好了。点选会员登录之后，进来会要你填你的片假名名字、电话、email， 还有你的密码。片假名我们先找个名字转换片假名的网站，将自己的名字转成片假名，但转过来贴的时候你会担心，我不会日文我记不住，万一之后要重新核对怎么办？我注册好入场是没遇到这状况，所以基本上只有会员注册会用到，先注册成功就好。再我们把片假名名字、电话、电子邮件还有密码输入，要注意密码这里只有要你填一次，所以一定要答对，不然之后登不进来要重设就麻烦了。都填好送出之后，应该会立即收到一封注册信，你再点进信的内容，看到有一个认证启用的连结，点入后会看到这个认证完了的页面，再点下面的外部预约，它就会转到预约的页面。注意到上面这里的字是否不一样了？翻成中文是我的页面，这就表示你已经注册成功，它自动帮你登录，这样注册的流程都已经完备了。闭场次 Recursion Angel 一天有3场，每一场都是独立买票的，除非你也买了下一步的票券，不然即便刚才的 Angel 表现的再爱你，清场时你还是得滚。第一场是晚上6点半到7点50，第二部是8点半到10点，第三部是10点40分到12点45。你可能有注意到每一部的时间都不相同，以第三部的时间最长，我是不清楚第三部多了半小时是否会比较多的内容，但因为它的结束时末班车已经跑了，没电车搭的自己想办法回去，而我是没办法，所以就选了第二部8点入场，也比较有空档先吃个晚饭。C 席位，再来说一下席位。Recursion Angel 针对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票价，自由座是6000起，如果是平日且没有特殊活动如生日会的话，女生还可以用女子会3000的价格入场，相当划算。但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天自由座的价格，第一部6000元，第二、第三场都变成了8500，所以这部分也要注意一下。如果只是想见识，不想花太多预算，那可以排好行程后预定第一场的自由席。但自由席相对的就是由工作人员安排位置，可能会前面一点，可能会比较边边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所以想说自己难得来一趟，愿意多加点钱换取好一点的观赏席位，就可以挑我图片中1到5的画位坐席。像最贵的高级计划，就是在舞台正前方的海景第一排，超有魄力计划也是第一排，但算是海景边边，而保证前方席景观也不错。因为它虽然看似在第2排，但因为它的椅子较高，坐起来大概会比舞台边的人高1个头，不管是观看或拍摄，也都算是很好的位置。因为有前方魄力跟后方魄力席，那就是在延伸的圆形舞台旁。这点就一个人的预算跟偏好来挑位置了。另一个我自己有碰到，但比较少看到中文资料有提及的，就是票价有浮动的可能。我刚才列在表上的是一般活动的票价，但有些特殊的活动日，指定座位的票价会不一样。像我本来并没想买到海景第一排的高级计划，想说保证前排席就不错了，结果确定要定时，发现我预计要去的日期票价竟然高了1截。现在查好像是特殊的活动日票价会不一样，像是成员的生日，从自由席到高级计划都贵了2000到4000，甚至如果遇到成员的毕业典礼，票价甚至会翻了2倍多。但因为对我们这种不熟悉的一般客人来说，可能没那个必要去看特殊的庆生活动或成员毕业，所以各位看官如果已经确认好要去的日期，那可以确认一下有没有特殊的活动，如果碰上了就把行程调到一般的活动日再预约，可能会比较划算点。就在预计的日期涨价之后，我回头看抵达第1天的票还没涨，位置所剩不多，都只剩比较高价的了，且彼此价差不算大。另有个原因是我想用360相机拍摄，有在玩这相机的人会知道，这东西的优点跟缺点都很明显，一次可以拍摄环境全场的景，所以不被别人遮蔽的话，可以拍到台上的所有景色，而且它的解析力会随着距离明显递减，特别是在室内灯光不足的状况下，所以一咬牙就选了高级计划。事后我也没有后悔，真的建议玩360相机的人一定要买海景第一排，面对眼花缭乱的美女群，每次回放都可以看到当时没注意到的互动细节，这里真的是喜欢用360相机拍活动的圣地啊！预约的流程，当排定好哪一天要去之后，我们进来这个预约页面，点入那天的预约钮，会看到每一部的预售状况。如果确定要看一部，我们就点下面的一部预约，里面就会跳出这场可买的席位。相对来说，如果选项比较少，就是某些区座位已卖光，它的选项就不会出现在上面。假设我们要定位置最好的高级计划，先点那个项目，再填写下面的男女人数。要不要追加饮料喝到饱？我是觉得不用，但你是酒鬼的话，我也不会拦你。选好了后再选下一页，上面就是你所选的席位数量。
中间不用填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填。再按下一页之后，我们就选那个有购物车的确定选项，点之后再按红色那栏，它的意思是查看购物车内容。按了会跳出拟定的数量跟金额，确认之后再按红色，意思就是以此内容进行预定。但这里还不是完全确认，你进来要先点钞票这栏，点之后跳出一个警示的小视窗，卷下来确认看完了取消政策，点一下同意，它才会跳出这个终极的确认按钮让你按。这个真的按下去就确定了哦。好，真的确定之后，它会跟你比赞说都好了。这时我们再跳到这画面，按下预约一栏开始选位置。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个绿色的坐席指定，点下去就会出现可选的席位。假设我想要最好的前排转角位，现在就给它选起来，再按坐席指定，就完成了位置的绑定了。我们再回到这画面，预约号码再请协读起来，到场时出示给工作人员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加入了 Kuzen Angel 的官方 LINE， 一样可以在上面查到他们的资讯以及预约。登录账号后，也可查到预约资料，界面跟网页版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不另外再说了。再来要元素点的提醒一下，就是这套预订系统并不会要输入卡号或预付，都是到现场才付现的，所以顾客的诚信就很重要。网页有提到，在前6天才取消要支付 30%， 前2天到5天要支付 50%， 前1天到当天取消要全额付费，不然他们会走法律途径解决。所以预定要提早，有变动也要提早取消，才不会造成店家困扰，这点爱注意哦。最后就来讲将预约取消的步骤，这方面先点选到自己的预约一栏，进入这个预约资讯的页面，再点选这个预约取消按钮，然后再点选上面的同意，再按下面红色按钮确定，再看到这页面的取消成功了。好，以上就是预约取消的流程介绍。你如果能坚持看到这一步，证明你是个有心人，你一定很想去，对吧？机票不贵，东京住宿也没比台湾贵，你在等什么？假期排一排，场次先定好，兄弟们，正到翻掉的Kuzen Angel在等着你，还不赶快冲啊！